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康。那欢迎大家来看第二集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有干劲，准备来大干一场了。不过呢，这一堂课我想要先讲一些偏向延伸内容的东西，所以它不是必要的哈。如果你很急的话，你可以先跳过这一集。那如果你比较有点余裕的话，可以轻松一点，甚至挂在旁边，就是你现在先做自己的事，对不对？这个萤幕画面先挂在旁边，就一边听一边做自己的事也没关系哈。那如果你是正在看最新一集的观众，那你好像没有其他选择哦，只能乖乖看了哈。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今天要讲的东西会是 MV 这个东西的一些简单历史跟特色哈。听完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比较知道说你们正在做什么哈，也会比较有点目标。人家问你说你在做什么，你也可以稍微讲个一两句这样哈。甚至哪天你做到迷茫，你可以回头来看一下这一集哈，我相信应该会帮助蛮大的。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哈。首先，我们先从历史开始讲哈。这个东西我会稍微笼统一点，因为我没什么太大的查证哈，你们就当做故事来听哈。有没有补充或纠正的，也可以在底下讲哈。PV 这个东西一开始并没有那种完整动画的概念哈，我觉得它会比较偏向是那种一张好看的图，然后你搭配音乐，然后愿意让人家听完哈。那这种形式的表现，最一开始真的蛮小众，就是可能只有在那种Vocaloid的圈，或者是说那种同人音乐创作那种圈子里面才会出现。有几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后，那第一个是技术的普及。那为什么我会说普及呢？简单来说就是特效软体它让这个 PV 的达成难度降低了。以往来说可能要动用大量的资源才能达成的特效，现在你可能 A1 加几个特效就可以实现了。那这产生的一种现象就是，如果你是不会画画的人，你也可以来参与这个画面的制作。你只要有画面的表达一些 sense 或者是说节奏感，你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一个画面。所以呢，以 PV 师的角度来看，一首 MV 的目的会从我要做一个很厉害的动画，变成说我在帮这个插画来翻译这首歌的情绪。换一种方式来讲，就是说我们以插画跟音乐为主角，然后我们进行动态的创作。再来呢，除了我们这些技术力的提升，我认为创作环境也有在跟着改变哈。最主要的体现可能就是影音以及社群平台，像现在可能 YouTube、Nico， 然后 B 站、推特哈。如果你要放一首音乐 MV 在上面的话，很难就是只放一个 MP3 就音档上去嘛，你可能会有一些画面的需求，所以说呢，需要一些视觉的辅助，让这个作品有点升华的效果，所以就不会说什么这么单纯的把音乐就是传到音乐平台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特色。首先呢，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摆在 MV 的眼前，那就是资源问题。众所周知，影像是很花钱的，贵的话可能成本会是音乐的好几倍但可能你就会想说，我光搞这个音乐就费精费力了，我怎么可能再花一大笔的资源在影像上面？我会发疯了。因此 PV 的优势就在此出现了那我这边对比一下可能比较不严谨，但是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差别。就是假设我们先跟逐帧动画来相比逐帧动画它本身人力成本就非常高，就算以一个人来执行，可能也会面临长时间的制作期，或者是说比较高的成本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沟通成本，这东西很容易被忽略，但它真的算是一个很大一笔的成本。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在接案，你应该知道沟通成本是如果能节省的话，那是真的能帮助很大的。所以说你看嘛，制作周期，然后制作成本还有沟通这些东西，这几个组合技下来，其实很容易让人感到那种心力交瘁。但如果呢，你本身可能是需求比较低的，意图流的那种 PV 成本会相较于低很多。插画的话，可能少至一张嘛，然后负责动画的可能沟通就一个人而已，就不用到整个 team。制作跟修改时长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快。对于现在这种影音需求增加的环境来说，那是一个符合部分人条件的一个方法但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我并不是说 PV 就是动画的替代品，而是一种音乐跟插画之间的一种表现手法好，那 PV 的特色大概就是讲到这边那这个主题其实还可以再摊开来讲，像是 VTuber 的市场崛起PV 的需求大增，以及可能一些主流平台开始接受这种表现形式有没有看那个嘛？那个 Netflix 推出那个超时空辉夜姬，然后他们这一次的宣发就是用了很多 PV 的表现手法就是混合 MV 但因为它的那个电影内容就是比较靠近可能 VTuber 以及 Vocaloid 的主题不过呢，也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对于这方面的需求的人才也是逐渐的增加呢。所以说呢，我认为不用担心学了之后用不到，反而你可以期待之后学完之后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处大展身手。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下节课真的是进入本篇主题了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实战不过呢。
先预告一下，我们还不会开软体哈，我们会先进行一些素材的整理哈。那以上就是本课的内容哈，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阿康。这个环节主要是回答一些 Q&A 哈，我现在尝试在一些教学后面就是放一些之前还没讲的那种棉花糖跟 email 的一些问题，我就是在这边回答。先说就是我会优先讲一些就是不用开程式就可以直接讲的问题。那如果有要开程式讲的，像可能问一些 AE 特效什么的，那我应该会另外开一集来讲哦。对，那就是这个会比较偏向就是聊天杂谈的部分哈。然后来回答一些就是投稿的疑问啊，主要是这样。那我们开始吧，来看一下哈，大佬会出付费课程吗？想系统性学习一下。我想一下啊，目前应该是没有，但是呢，我之后可能会公布个消息，你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哦。那时候去年9月就说要做这种从零开始的教学，差不多有2、3家吧，就是我应该不能讲名字，但就是那种你们可能常常知道那种线上网课，或者是说一些那种电脑学校，对，然后说要找我合作，但后来都没理他们。个人认为收钱做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可能会有点绑手绑脚哈，所以我个人还是期望就是先自己做做看。如果有想要往制作 PV 的方向，有推荐台湾哪几个大学吗？我想一下，如果你是有在考虑什么大学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先以科系为主哦，先以多媒体系为目标哦，因为里面学的软体可能基本上都跟 PV 有关哦，大概一半吧，我猜。有 Adobe 全套嘛，然后可能再加上一些 3D 软体这样。但如果你是真的要往很专业的方向去学习的话，我建议你别上大学，先自学自己做点东西。因为我身边有认识几个人，就是他也没有往大学身上升，他很有才华，然后他可能国高中就做出很厉害的作品，然后现在就可能在日本的动画公司工作哦。所以我认为就是你的能力跟你学到一些东西，其实大学不一定能够给你哦，所以最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现在网络很方便，就是很多东西说真的，我自己也算是大部分都是网络这样自学过来的哈。自从我这个暑假开始做 PV 到现在快2个月的作品给朋友们看，都说蛮棒的，身边人认为我很有天赋，于是我就开始运营 SNS， 但推文点击量跟按赞都超级低，甚至最近只有几十的点击，是我经验不足吗？还是我运营 SNS 的技巧太差劲，超想撕掉菜鸟的标签啦？我认为哈，就是先不要想太多流量的东西哈，因为之前混其他圈子就看过太多被流量反噬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认真做东西，然后没人管，然后他开始做一些那种随便七八拉的东西，然后就发现观看很多，就开始都做那些东西了，就你觉得他可能就变成流量奴隶了，就自己都没什么在成长，我觉得蛮可惜的。我觉得作品这东西就至少你要先做到自己满意，就是你做完后你会自己一直反复看，都觉得很过瘾的那种。我觉得不用想太多那种就是观看的东西，观看真的是其次哈。你可以看我可能2、3年前早期的那种影片，我早期的教学，但现在可能观看稍微多一点，但早期你看我 YT 都平均可能都200-300而已，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还蛮开心，而且我自己的东西我会重新看个好几遍，就是我觉得我很满意这样。我觉得首要目标你先让自己先满意你的作品，你对得起你自己的作品，我相信是可以经得起就是网络上考验或者是。好，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边吧，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